By the way，by the way 是定位的位，也是味道的味，更是探索未知的味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白金。巴黎的景点众多，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去逛那些常规的景点，像是埃菲尔铁塔呀、巴黎圣母院啊，或者3大博物馆啊，那么本期 By the way 推荐你一个猎奇的新去处，那就是风靡欧洲朋友圈的巴黎地下墓穴。巴黎地下墓穴又叫做人骨墓穴，顾名思义，这里存放着大量人类的尸骨。18世纪，巴黎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和天花，大批的居民死亡之后无处掩埋。传说中，当时的尸体在街头摞起来，足足有2米多高。死去的居民没有地方掩埋，又没有那么多的公共墓穴，人们只好把逝去已久的亲人的尸骨从地底挖出，再把新逝去的亲人都通通埋入地下。当时的市长没有办法，只好将地下的采石场改造成了公共墓穴，用来埋葬这些逝去的灵魂。当时的市长无奈之下，只好将地下采石场改造成了公共墓穴，用来安葬这些无处掩埋的灵魂。然而比较讽刺的是，巴黎的大多数石头建筑，像是卢浮宫或者是巴黎圣母院等等，他们所用石头的原材料正是来自这个采石场。如今的地下墓穴已经改造成了博物馆，供公众参观。然而地下墓穴长达200英里，地下结构错综复杂，这其中堆放了大约600万具人类的尸骨，而真正供公众参观的地方只有1公里。传说中呢，法国当局刚刚决定开放参观的时候呢，就曾派大量的工作人员去修缮这个墓穴。那个时候呢，就不断传出失踪的案件。如果说仅仅是单人失踪，那也就算了，经常会发生整队下去、整队失踪的案件。这么多的失踪案件，无奈之下，只好请来了驱魔人，大量的驱魔人来到地下墓穴去净化这个墓穴。然而当他们到达地下墓穴的时候，突然一个驱魔人脸色发青，浑身颤抖。人们当下就问他，你怎么了？你是听到什么了，还是看到什么了？这位驱魔人回答，在地下墓穴开挖的时候，必然是挖到了地狱的入口，而在巴黎地下墓穴的这一段路中，必然存在着地狱之门。他之所以颤抖，是因为他看到了大量的亡灵从地狱之门涌出来，数以万计的亡灵向他涌过来，这种景象一般人看不到的，但是他却看到了。这种庞大的数量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观。也正是因为这样和那样的都市传说，为巴黎地下墓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这里是官方宣布的禁地，这里却是冒险者试胆的终极目的地。这不，前2天就有2名16、17岁的少年在地下墓穴探险的时候迷路了，被困在里边了。多亏了搜救犬的发现，才让他们保住了一条小命。尽管有着这样和那样的都市传说，巴黎地下墓穴的人气依旧不减，这对于喜欢探索未知的我也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离着老远就能看到墓穴的入口处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不时的呢还有工作人员在维持秩序，控制着参观者的数量。终于是来到了地下墓穴，随着螺旋向下的楼梯一直直达地下20米深的位置，111个台阶直接就让我失去了方向感。在看到真正的骨堆之前，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。幽暗潮湿的隧道，微弱昏暗的灯光，长长的走廊里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和心跳声。什么时候才能看到骨堆？还要走多久才能看见那些骨头？长长的隧道，走在里边静的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让我越走越心里发毛。看着那些被铁栅栏封起来的岔路口，不禁让我想到了一个传说。传说中，巴黎的一些民间小团体会利用地下墓穴来举行某种神秘的仪式。终于在经过一个转角处，眼前的一幕让我惊讶地张大了嘴。那是用无数头骨
和人类的骨头堆积而成的墙壁，无数的头骨铺在墙壁的上方，而下方则码放了整整齐齐的各种腿骨和其他的骨头。黑色的骷髅头用空洞的眼睛齐刷刷地望着你，仿佛在欢迎着你的到来，这让本来就阴冷潮湿的地下通道变得更加恐怖阴森。难怪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要穿上厚厚的羽绒服，在这里边走着走着，不时就会有地下水渗出来，落在你的身上。By the way， 此时的我已经完全不同于刚进来时的节奏。刚进来的时候就觉得，怎么还看不到骨堆？骨堆究竟在哪儿？然而现在我只想的是，什么时候能走完这些骨堆？这些骨堆到底还要走多长？然而这才仅仅是开放参观的1公里之内，何况还有那些被封住的岔路。难怪那些探险者会迷路，会找不到方向。走在漫长的隧道里，两旁是码放整齐的骨堆，然而在骨堆的之间经常会有一些空隙所在。听导游说，是一些游客觉得有趣，会把这些骨头顺走带回家，当做纪念品。但是我怎么总觉得他们是为了某种神秘的仪式呢？ By the way， 走出地下墓穴，重见阳光的感觉真好。手机也终于……怎么还没有信号？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留言、点赞、加订阅哦。咱们下期见。